温以宁，看在咱俩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我让你死个明白。傅氏破产，傅斯年中枪，你父亲猝死，都是我一手安排的。傅斯年拿你当兄弟，你为什么要这么狠心？兄弟，宁宁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要的是傅氏的江山，是他傅斯年所拥有的一切。沈泽安，我就是化作厉鬼，我也不会放过你的。那你就安心去死吧。我回来了，距离结婚纪念日还有30天。傅斯年，上一次是我蠢笨，被沈泽安蒙骗，害你丢了性命，害沈家万劫不复。这一次，我一定护着你，亲手撕碎他的伪善面具。第100次轮回，我还是没能躲开他。前99次，我试过所有方法都没能护住他。这一次，我要推开他，哪怕他恨我入骨，只要他能平安。傅氏一脉，情结为重，爱人如彼岸花，花开不见叶，花叶不相逢，百世轮回，百次相残。同生不能同死，相爱不能相守，直至一人魂飞魄散，方可终结。百次轮回，终有一见。傅斯年，我们很快就会见面。傅斯年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字我已经签好了，我名下的别墅还有傅氏集团30%的股份都给你。我们马上就到结婚纪念日了，你现在跟我离婚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温以宁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爱过你，和你结婚不过是为了满足老爷子的遗愿。现在我不想养了。我不信，你骗人！给你3天时间，签好协议，从傅家别墅搬出去。为什么跟上一世不一样了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宁宁，别怪我，只有让你恨我，离我远远的，你才能躲开沈泽安的刀。99次了，我试了所有办法，封了公司，跟他决裂，甚至提前杀了沈泽安。可每一次，他还是会死在我面前。我越提前动手，蝴蝶效应越烈，他死得越早，甚至连怎么死的都变得不可控。这第100次，我只能顺着他的歧路走，绝不能再轻举妄动，哪怕他恨我入骨，只要他能平安。这第100次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绝对不会再看着你死在我面前。傅斯年，我倒要看看，没了傅氏大权，你还能护他到什么时候？哼！林助理，我吩咐你2件事，立刻去办。大小姐，您尽管吩咐。第一，查沈泽安近期以来的账户往来，尤其是跟海外匿名账户的往来，一个都不能漏。第二，查傅氏集团3位老董事最近的行踪，他们说了什么内容，每一句话我都要知道。大小姐，您怎么会知道沈总和董事们私下有往来？这些事情，就连副总都刚查到苗头。不该问的别问。还有，这件事不要告诉傅斯年。是，我立刻去办。上一世，我错信了沈泽安的伪善，看不透他藏在笑脸下的算计，才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。
这一世，他的每一步棋，我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可傅斯年到底怎么了？一个拿命护我的人，绝不可能突然就不爱。上一次根本没有离婚这一出，他突然提离婚，处处推开我，一定是在瞒着我什么，甚至是在护着我。傅斯年，你想一个人扛？不可能。这一世，我不仅要撕碎沈泽安的面具，还要把你藏着的秘密一点一点挖出来。宁宁，别插了，别卷进来。你越是靠近，我越是怕。怕这第100次，我还是护不住你。这次的宁宁不一样了。来了，泽安。一宁，我听说傅总要跟你提离婚，我就赶紧着急赶过来了。你没事吧？是不是傅斯年欺负你了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他只是不爱了，演不下去了。我就知道他对不起你。啊，这个是你最爱吃的那家手工点心，我排了好久队才买到的，你尝尝。刚吃过饭，现在吃不下，先放那儿吧。啊，对了，泽安，我还有件事想问你。你说，只要我能帮到的，我肯定帮你。傅斯年在公司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？他跟我离婚，是不是不想因为项目出的问题影响到我呀？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他。一宁，不瞒你说，傅斯年最近在公司独行专断，导致项目出现了大窟窿，董事会早就对他不满了。他跟你提离婚，恐怕也是早就想好了，要把所有的烂摊子全甩给你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公司项目的窟窿有多大呢？前99次，他就是在这里一步步掉进沈泽安的陷阱，这次竟然躲开了。他什么都知道了。立刻查沈泽安带来的点心，送去化验。另外，24小时盯死他，他敢碰温以宁身边的任何东西，直接废了他的手。一宁，要是傅斯年再欺负你，随时告诉我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永远都站在你这边。走了。站我这边，沈泽安，上一次你欠我的、欠傅家的，我会一点一点、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大小姐，查到了，沈泽安已经篡改了项目核心数据，在董事会那天直接举报副总挪用公款8000万，和你预判的分毫不差。不好，他竟然提前动手了。泽安，我听说傅斯年跟温以宁提了离婚。消息倒是挺快，怎么很开心？当然开心。温以宁凭什么生来就高高在上？凭什么嫁给你都比不上的傅斯年？他早就该被甩了。光开心没有用，他就算是离婚了，也还是傅家少奶奶，手里还有股份。想让他彻底抬不起头来，站到我身边，就得帮我一个忙。我帮，只要能扳倒温以宁，要我做什么都行。别急，很快就会有结果的。你先盯着他的动向，有什么消息，随时告诉我。副总，
这就是本次项目的全部进展，预计下个月初就能正式上线。副总，项目的各项报备材料我都已经整理齐全了，流程完全合规，您可以随时查阅。数据核对过了吗？确定没有问题？副总放心，所有数据都经过了3重核对，绝对不会出任何差池。负责项目核算的老张也全程跟进了整个流程。老张主管负责了全部流程，数据肯定不会出错的，对吧？是的。既然没有问题，那就按计划推进。绝对不能轻举妄动，一旦我提前反击，沈泽安就会把矛头对准宁宁。前99次，就是因为我太着急拆穿他，才把宁宁拖入深渊。这一次，我只能等他先出招，在瓮中捉鳖。沈总，数据已经按您的要求改好了，流水也已经做平了，绝对看不出来。你答应我的50万，还有我的妻儿，钱明天就会打到你卡上。至于你的妻儿，只要你在董事会上咬死是傅斯年让你做这件事，我保证他们平安回家。我知道了，我一定按照您说的要求去做。哼。事情都按照您吩咐的来办了。做得不错，记住，傅斯年的软肋是温以宁，必要时从他下手。记住，你父亲的仇能不能报，全看你能不能扳倒傅家。是，我明白。爸，我一定会让傅家血债血偿。各位董事，我也是刚刚才查到这些证据。傅总利用职务之便，挪用公司核心项目公款高达8000万，不仅给公司造成了巨额的亏损，更是触犯了法律。什么？挪用8000万？这证据我看着十分相实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老张，你是这个账目的核心财务负责人，所有的流水都是你经手。你当着各位董事的面说实话，这些证据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，所有的流水都是副总亲自让我操作的，我不敢不从。简直无法无天！按照公司章程，立即暂停傅斯年所有职务。同意。副总，事到如今，还请你交出公司的所有权限，配合调查。哼，副总，哦，不对，现在应该叫你傅斯年了。没想到吧，你一手创办的傅氏，现在落到了我手里。你想要的，不过是傅氏的钱和权。放了我的家人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傅斯年，你调查的挺清楚，你都自身难保了，还有心思管别人死活？你不知道吧？我想要的，从来都是你一无所有，身败名裂。副总，核心项目数据泄露，项目违约，对方要求我们至少赔偿3个亿巨额违约金，否则就要提起诉讼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而且就在刚刚，董事会把我们的备用资金全部冻结了。傅斯年，你以为我还会给你留翻盘的机会吗？这一次，我断了你所有的路。我还是低估了他的速度，到底
要怎么破局？果然，这里的公式被改了，和沈泽安上报的数据完全对不上。刘学士辅修的网络安全，没想到竟成了我们翻盘的底牌。快点，再快点！小张，你妻儿现在就在我手里，按我说的改数据，做假证，能停止让傅斯年挪用公款，事成我放他们平安回家。沈总，这是违法的，我不能做。犯法！你要么听话，要么给你的妻儿收尸，别逼我动手。沈泽安，你当真做得天衣无缝，拿50万贿赂老张，还拿他的妻儿威胁。思年，我找到你的铁证，我终于可以为你洗脱冤屈。沈泽安，你的死期到。傅斯年，你看到这些证据，会不会猜到是我做的？宁宁，你怎么这么傻？我费尽心机把你推出去，你怎么还是闯入了这场纷争？每一次我都只能看着他死在我面前，前33次我就是拿到证据立刻反击。沈泽安狗急跳墙，当天就绑走了宁宁，我不能再让他受一点伤害，绝对不能。这份证据不能现在用，一旦反击，沈泽安背后的人必定会提前出手，把宁宁拖入更深的深渊。我要布好所有局，揪出他背后的人。傅斯年还真是沉得住气，到现在为止竟然没有任何动作，那就给你添一把火，等你的名声彻底烂了。泽安，还有温以宁，就算傅斯年跟他提了离婚，他还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富家少奶奶模样，我真是看不顺眼。那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跟我一起让傅斯年身败名裂，让温以宁再也抬不起头来。我答应，我马上就去办。上学的时候他就压我一头，我早就想让他彻底抬不起头了。事情做干净点儿，别留把柄。我要让傅斯年在傅氏彻底抬不起头来。许知义、沈泽安，你们想用下三滥的手段毁了傅斯年，真当我没有还手之力？救我！傅斯年他打我，他根本就不爱我，一直家暴我，谁能救救我？许知义、沈泽安，用这种下作手段构陷抹害，真当我没有还手之力？马上远程监视许知义的私人设备，稍后等我消息。泽安，你看，现在全网都在骂傅斯年，温以宁到现在都不敢出声，他是怕了。这下傅斯年就算是长了100张嘴，也说不清了。做得不错啊，温以宁肯定不敢站出来澄清。这口黑锅傅斯年背定了，等他彻底身败名裂，傅氏集团就彻底是我们的了。现在他们在闹离婚，温以宁怎么会帮傅斯年？
我就是看不惯温以宁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凭什么他生来就有一切？子安，等我们拿到副使，你可不能忘了我。到时候记得把傅斯年留给我。放心，肯定不会亏待你。天哪，原来是伪造的！许知义也太恶毒了吧！之前骂错了副总，对不起。合着是沈泽安和许知义联手搞事，想吞了傅氏集团。许知义这下彻底凉了吧？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许知义、沈泽安，你们欠傅斯年的，我今天要一点一点全部讨回来。泽安，怎么办？我已经把所有证据都放出来了，现在全网都在骂我。废物，连这点事儿做不好吗？温以宁，我倒是小瞧你了，这么豁得出去护着傅斯年。看来你们两个从来就没有真正断过联系。谁也没想到他会留后手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会不会被抓进去啊？慌什么？我还有后招。温以宁，你不是能护着傅斯年吗？本来还想着这么多年情分放过你，我倒要看看这次你还能不能全身而退。立刻拿着这份欠条向法院提起诉讼，申请财产保全，查封傅家别墅以及傅斯年名下所有资产。还是沈总有办法。所有手续按照最快的速度办，我明天就要看到查封通知。等一下，这次别再出差错。温以宁、傅斯年，这一次我要彻底断了你们所有退路，让你们一无所有，再无翻身可能。傅斯年，怎么回事？别墅怎么突然被查封了？与你无关。沈泽安针对的是你，我怎么可能置身事外？傅斯年，你到底还要把我推到什么时候？够了，你不要反对，按我说的做。搬去我另一个公寓，那里比较安全。他明明可以不管我，却特意安排新住处，可又偏偏这么冷漠。他到底在瞒着我什么？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住在这里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出门，更不要去查沈泽安的事。傅斯年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？你明明不是这样的人，为什么总是装得这么冷漠？宁宁，对不起，只有把你藏在这里，沈泽安才找不到你，只有让你恨我，你才能平安。轮回，傅斯年，他也重生了。不，他经历了不止一次。温小姐，你比我想象中要勇敢，我还以为你不敢来见我呢。有话直说，约我出来，不是为了喝东西吧？我约你出来，是为了给你这个，看看你心心念念护着的傅斯年，到底在瞒着你什么？
温小姐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傅斯年精神早就出问题了，他现在天天写这些疯疯癫癫的东西，什么轮回，什么死了一次又一次，是一个疯掉的赌徒，连自己的命都不在乎。他一次次推开你，根本就不是为了护着你，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情来。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鱼死网破，你跟着他只会被拖入无尽的深渊，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。你闭嘴！怎么被我说中了？温以宁，离开傅斯年你才能活，只要你离开他，把你父亲留下的傅氏股权交出来，我可以放过你。沈泽安，你别白费心思了，无论傅斯年经历了什么，我都不会离开他。你欠我们的，我会一点一点全部讨回来。日记碎片已经按照你吩咐的给他了，他果然乱了阵脚。傅斯年，你要烧的是什么？是轮回的日记是不是？什么轮回的日记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一次次看着我死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才要跟我离婚，把我推开，说不爱我，对不对？你觉得推开我就能护我平安，对不对？傅斯年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你有没有问过我？是前99次轮回，我拼尽了全力，试过了所有方法，可我到最后都没有护住你。我一次又一次看你死在我面前，宁宁，我真的怕了。这一次我只有把你推开，让你恨我，你才能平安。我不要你推开我，傅斯年，我求你了，我要跟你在一起，我死都不怕，你不要推开我。宁宁，就这一次，求求你，马上就结束了。我不想看你一个人承受所有，让我陪你好不好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既然99次我依旧没有被你救活，为什么不能我们俩一起去面对？一起面对。温以宁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轮回因果？只要你还待在我身边，就注定会死。我不能再眼睁睁看着你在我面前死一次，哪怕一次都不行。我不怕死，那我也不怕。比起死，我更怕你一个人承受所有痛苦。宁宁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办？我到底要怎么做，才能既留住你，又护你平安？我可以答应你，让你和我一起面对。但是你也必须答应我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不能擅自行动，也不能离开我的视线范围，听明白没有？好，我答应你，保证不擅自行动。沈泽安的第一步一定是篡改项目数据，然后嫁祸给我，策反董事会。前20次我都栽在了这一步，等我反应过来，傅氏集团的掌控权已经被他拿走了，并且断了我所有的后路。原来他前99次经历了这么多算计和背叛，承受了这么多痛苦。但是沈泽安的最终目的从来都不是傅氏集团，而是我和你。前99次，他每一次都在我们结婚纪念日当天动手。现在还剩下20天，我们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好，
那这一次，就让我们一起把我们所有失去的都拿回来。宁宁，这一次我们一定可以一起打破轮回，一起活下去。想知道沈泽安转移富氏资产的完整证据，今晚8点城郊废弃仓库，一个人来。沈泽安还是老一套的手段，想引我一个人过去，拿我当人质，威胁傅思年。思年，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沈泽安给我发了消息，约我去仓库，想拿我当人质。沈泽安，你竟然敢把主意打到宁宁身上！前99次我没能让你付出代价，这一次我绝不会放过你。我知道这是圈套，我没有冲动。这次不如我们就将计就计。将计就计？没错，直接拿到他转移财产的证据，说不定还能拿到他的直接把柄，让他无法翻身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做，但你必须答应我，要一直待在我身边，不能离开半步。沈泽安还以为我是之前那个任人拿捏的温以宁呢，这次我要让他自投罗网。记住，等会儿不管发生了什么，都不要松开我的手，听见没有？我知道了。温小姐还真敢一个人来呀！不对，还带了个帮手。副总，好久不见啊！沈泽安呢？让他滚出来见我！躲在一群小喽啰身后，算什么本事？沈总说了，没必要跟你说废话。今天把温小姐留下，我们可以给你留条全尸。傅思年，你没事吧？你给我等着！没事吧？都怪我，要不是我将计就计，你也不会受伤。傻丫头，说什么呢？保护你本来就是我该做的，还好你没事。对不起，思年，傅思年，傅思年，傅思年。傅思年，死亡即触发轮回，每死一次，时间倒流，一切重启，整整100次。这是第100次。温以宁的轮回只触发这一次，是100次轮回到临界点所产生的意外，是重生，不是选择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你，是你100次轮回的执念，也是这诅咒的守侍者。你逃不掉，只要你还爱着他，他就不可能逃得过。思年，你醒了？你有没有不舒服？后背还痛不痛？你要不要喝水？宁宁，别忙了，我不疼，就这样陪我会儿。思年，都怪我。宁宁，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护着你，之前99次是，这一次也是。我唯一后悔的就是这次，一直想推开你，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我不委屈，我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我一点都不委屈。我本来以为这次要把你推开才能护你安全，是我错了。看来只有我们一起才是打破这轮回的唯一方法。那我们就永远不分开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我们都一起面对，
一起打破这该死的轮回。这次我们一定能赢，一定能打破这100次轮回，生生世世都在一起。一群废物，2个人都拦不住，还让傅斯年护着魏一宁全身而退。沈总，傅斯年身手太好，我们实在拦不住。拦不住，那就去死。沈总，沈总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害怕了？我不怕。记住，这条路没有回头路。现在傅斯年重伤，正是我们斩草除根的好时候。你要是敢掉链子，下场和他一样。我知道了，我一定听话。听话就好。陈叔，麻烦把你收集到的沈泽安转移富士资产到海外的证据整理一下，全部发给我。这一次，我要一次性扳倒他。思年，你放心，东西我都整理好了。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我跟着你父亲一辈子，绝不会看到富士落入入外人之手。我们约个地方，我把东西交给你。链子的不安全。好，那就明天中午，我们老地方茶室见。等拿到陈叔手里的证据，沈泽安转移资产的罪名都坐实了，再加上我们之前收集到的证据，这一次我一定要他把牢底坐穿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这下我们终于拿到核心罪证了。喂，请问是傅斯年先生吗？我们是辖区派出所的。刚刚我们接到报警，房主陈某某在家中遇害，现场有被翻动过的痕迹。手机里最后一通电话是打给你的。怎么了，思年？发生什么事了？陈叔遇害了，证据都没了。陈叔真的死了。泽安，不是你做的，对不对？他知道的太多，留着是隐患。你疯了！你真的杀了太多人了！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会完蛋的。再废话，我现在就送你去陪他。傅斯年现在已经没有后手了。等我们拿下傅家，这一切都值。傅先生，你最后一次和陈某某联系是昨天下午，对吗？是。通话里你们约定了要见面交接文件。是。陈叔手上有沈泽安挪用集团公款、转移集团资产的核心罪证。我们本来约定了今天下午交给我，但是没想到。据我们了解，你近期被暂停了富士集团董事长职务，和暂代董事长沈泽安有很深的矛盾，对吗？是。沈泽安篡改公司项目的核心数据，伪造罪证，嫁祸给我，夺走了富士集团的掌控权。陈叔手里的证据足以证明他的罪证。他就是为了毁掉所有的证据，才杀了陈叔。傅先生，你近期不要离开本市。保持电话畅通，有任何线索随时联系。思年，你别太难过了，现在警察已经介入调查了，相信很快就能找到沈泽安杀人的证据，还陈叔一个公道。前99次，警察都介入，但是最后都不了了之。这一次，我提前了1天联系陈叔，没想到沈泽安的行动这么快。他做的太干净了，没有留下任何直接的证据。看来集团内部，甚至是我身边，都有他安插的眼线。我所有的后手，他都能提前摸清。思年，
那我们这次就不按套路出牌。他既然能够预判你一个人的行动，但预判不了我们2个人的。现在我们要做的不是冲动复仇，而是积蓄力量，联系傅氏的中心老员工，找到更多的证据。相信这次我们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前99次失去陈叔后，我只会冲动地找沈泽安拼命，最后落得满盘皆输的下场。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，我一定要冷静。宁宁，你说的对，这一次我不会再冲动了，我要忍着，我会耐心下来，等到董事会的那天。王董事、李董事，前99次轮回里，这2个人一直是墙头草。一开始跟着沈泽安，最后看到沈泽安失势又立刻倒戈。这2个人是我们最好的突破口。之前他们跟着沈泽安，不是真心归顺，而是被沈泽安抓住了把柄，又许下重金承诺，他们才会归顺。你的意思是抓住他们的软肋，策反他们？我已经让林助理查过了，李董事好赌，在外面欠下了高利贷，沈泽安就是帮他还了赌债，又许诺给了他一笔重金，才拿捏住了他。王董事，他儿子在国外留学，沈泽安派人盯着他的儿子，以他儿子的性命做威胁，他才不得不听命于沈泽安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们帮李董事解决掉高利贷的麻烦，帮王董事保证他儿子的安全，这样他们就不会帮沈泽安做事了，对不对？是。前99次轮回里，我从来没有试过策反他们，只当他们是沈泽安的人。最后，股东大会上面的反水也只是临时起意，起不到什么关键作用。这一次，我们提前策反他们，等到股东大会的时候，他们就是我们反击的关键。这样的话，沈泽安在股东大会的势力减少一大半，这时候沈泽安就很难翻身。4年，怎么了？沈泽安又出手了。怎么了，4年？沈泽安又动手了，他伪造了一张你父亲生前欠下5000万的借条，向法院提起了诉讼，并且申请了财产保全。现在，连你婚前的那套公寓都被查封了。沈泽安太卑鄙了，每次都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想从经济和精神上控制我们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。之前的35次轮回里，他都用了这个阴招。你已经准备好了？这是你父亲生前的银行流水、财务报表，还有笔迹鉴定报告。我已经找了国内顶尖的笔迹鉴定专家，做出了证据。只要把这些证据提交给法院，就能证明借条是伪造的，解封公寓，并且还可以反告他们诬陷。4年，谢谢你为我做好了一切。傻瓜，保护你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。沈泽安以为用这一招就能击垮我们，但是他没想到，他越是步步紧逼，就越容易露出马脚。没错，他不会就这样击垮我们。我们把证据提交给法院，这样他的阴谋就会落空。提交证据只是第一步，结婚纪念日的股东大会才是彻底清算他的终局。我还需要一笔绝密资金作为启动资金，布下最后一张网，让他彻底无法翻身。妈，对不起，儿子要卖掉这座房子了。这笔钱是扳倒沈泽安、护住宁宁、守住傅氏的最后底牌。等我赢了，一定把它重新买回来。您放心。4年，笔迹鉴定已经能彻底推翻5000万假借条，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卖掉老宅，这是阿姨留给你的唯一念想。你真的要卖掉它吗？我知道，但是我卖掉老宅不是为了还债，是我需要一笔兜底资金。第一，
我们策反董事会的董事，海外追回资产的律师团费用，还有你的全方位安保部署。放心吧，一定会给你卖个好价钱的。好，思年，等我们赢了，我们一定把老宅赎回来。好。一方面的确需要资金，另一方面这一世的沈泽安比之前都要难缠。我故意卖掉老宅，就是要让沈泽安以为我资金链断裂。你是故意的？前99次我自己选，我家底丰厚，寸步不让，他始终戒备森严。这一次我主动示弱，这样他才会在股东大会上肆无忌惮，露出所有破绽。坐。子安，傅斯年卖掉了傅家老宅，是不是真的走投无路了？撑不了多久的。股东大会当天，就是他和温以宁的死期。子安，我们只是为了夺权，而且现在傅氏已经被你掌握了，没必要。妇人之仁，斩草要除根。事情做干净点儿，别留尾巴。没用的人留着也是隐患，处理掉。站在门口做什么？怎么不进来？我来给你送明天会议要用的文件。还是知意听话。沈泽安连替他杀人的手下都能灭口，我知道他太多秘密，等他利用完，死的人就是我。这支录音笔里是他所有的罪证，是我唯一的活路，我不能就这么死了，我不能。魏宁，我错了，以前做的那些事都是我的错，是沈泽安逼我的，我也是没办法。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我有沈泽安的罪证，他和董事的交易贿赂、胁迫的所有录音，还有他转移傅氏资产的明细，我全都有，我都给你。沈泽安就是个疯子，我不想死。那你想怎么交给我？明天晚上8点。城郊废弃仓库，我当面把录音笔和 U 盘交给你，只能你和傅斯年来，其他人都不能来。我怕沈泽安知道了，杀了我。许知意突然反水，太过蹊跷。沈泽安心思深沉，可能他早就察觉到了他的动作，也有可能是他的另一个陷阱。你们来了，太好了！我还以为你们不会来了。证据呢？都在这，所有的录音，还有沈泽安贿赂董事、转移资产的全部明细，都在 U 盘里。对不起，是我鬼迷心窍，帮着沈泽安害你们。精彩！
真是太精彩了。许之意，我待你不薄啊，你竟然敢背叛我！沈泽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以为你偷偷录的那些东西我不知道啊？我就是想看看你敢不敢把这个东西交出去。没想到啊，你竟然真敢吃里扒外。把 U 盘交出来，我可以给你们留个全尸，不然的话，今天谁也别想活着从这走出去。对不起，这是我唯一能赎罪的方式，你们一定要扳倒他，他就是个疯子。沈泽安，你又欠下了一条人命。傅斯年，今天算你走运，撤！这些证据是许之一用命换来的，我们不能辜负他，也不能放过沈泽安。一定。沈泽安已经定了结婚纪念日当天召开股东大会，彻底夺走傅氏。他明明知道我们手里有证据，会有铁证，怎么还敢这么嚣张？他就不怕我们当场报复他，曝光他吗？他只是有恃无恐，笃定我如今身无实权，已经把我逼入了绝境。其一，他已经在大楼周围布下重兵把守，认定我们根本进不了会场，就算有证据也无处曝光。第二，他已经掌握了整个董事会，冻结我所有账户，清理完中心人手，自以为大权独揽，认为我们手上就算有证据也无力翻盘。其三，他狂妄至极，以为自己步步为营，算无一策，从夺权到栽赃都天衣无缝，认为我们就算有证据也无力翻盘。他打得一手好算盘，但他忘了，这一次我们是并肩作战，并且看透了他的小伎俩。这个地方就是你说的，他每次开会中途都必须要去联系幕后者的休息室。没错，这里是他会议中途唯一离开会场的机会，也是我们唯一一次机会把所有的证据都接入会场当中。只要趁他去休息室打电话的时候，把所有的证据接入会场的大屏和音箱当中，就算他再自以为是，就算他再自负，我们也一定会让他成为众矢之的的。沈总，富士大楼的布防计划已经做好了。股东大会当天，我们会封锁大楼所有进出口通道，每一层都会安排人手把守，尤其是会议室和顶层，绝对不让傅斯年有机会混进来。做得不错，傅斯年一定不会放过这次股东大会，他一定会想办法闯进来。我要你们连一只苍蝇都不能放进来，明白吗？是，沈总，我们一定会严防死守，绝对不会给傅斯年任何可乘之机。下去吧。傅斯年，你以为拿到许之意给你的证据就能翻盘了？太天真了！股东大会当天，这富士大楼就是你的坟。我要让你亲眼看看你一辈子守护的富士落到我的手里。他果然在整栋楼设下重兵，每层都设了关卡，这不就是严防你入场，困你于死局吗？就算是刀山火海，我也必须去。这次是我们唯一一次彻底扳倒他、打破轮回的重要时机。你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，无论多危险，我都陪着你。宁宁，前99次轮回，结婚纪念日这天都是我失去你的日子，但是这一次，我要让这一天成为我们打破轮回、重获新生的日子，绝不会允许任何人再伤害你，
绝对不许。还在看之前失败的经历吗？我在看之前99次失败的原因。明明每次都找到了休息室的漏洞，但是没有一次成功。每一次，要么是我被沈泽安的人拖住，要不就是集团的监控没有干扰成功，要么就是数据同步到一半被打断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补上所有的。好，这次我们一起，还有安排的人，一定不会再出错了。这次不一样，有带着记忆重新回来的你和我并肩，再加上我们提前布防，干扰了集团监控，还策反了董事，甚至布置了暗卫进行接应，所有能想到的路，我全都堵上了。我真的不想再失去你。副总，策反董事、监控干扰、外围安保都已经安排好了。您卖掉的老宅资金已用于温小姐的安保部署和律师的费用。至于王董事和李董事那边，都已经安排好了。股东大会当天，只要证据一曝光，他们就会联合其他中心的同事一起指证沈泽安，罢免他的职务。大楼后勤通道的通行证准备好了吗？照片和信息都已录入完毕。股东大会当天，监控已经动了手脚。给你们留了足够的时间潜入。干得不错。副总，这股东大会当天，你和温小姐2个人进去，实在是太危险，全都是沈泽安的人，不然我带些人陪你们一起进去，也好有个照应。不用，你有更重要的任务。股东大会那天，你带人在外面接应。一旦我们成功曝光了所有证据，你立刻带人接管公司所有部门，并且查封沈泽安的账户。这次绝对不能让他有任何逃跑的机会。是，我一定完成任务。都准备好了？监控干扰、后勤通道，还有外围接应，全都安排好了。老公，你真厉害。喂，小林，什么事儿？喂，小林，傅斯年，你好，你的好助理现在在我这儿，没想到吧？你的行程，你的所有安排，我都了如指掌。沈泽安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明天上午，你一个人来成交的仓库，用你来换。记住，你要是敢报警，或者有第2个人，我就立刻杀了他。喂，怎么办，思年？他把林助理抓走了，他还是担心你潜入股东大会，所以他用这种方式威胁你。他这是调虎离山，他明知道我不会抛下林助理，他故意让我去废弃仓库，就是为了让我赶不上明天的股东大会。这样，他就可以顺利的接管富士集团，不可能重击他。但是我也不能，我不会弃林助理于不顾。他算准了，我不会弃林助理于不顾，也算准了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前99次轮回，我就是陷入了这样的两难境地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兵分2路，你去救林助理，我潜入大楼，我们相互配合。不行，你明知道他在大楼布下了那么多重兵，你一个人去就是自投罗网。没关系，你忘了吗？我们有策反的李董跟王董，里面还有我们安排的人，还有接我们的人，
我乔装成水电工，然后潜入大楼，他的注意力全都在你身上，根本不会想到我会一个人去股东楼。放心吧，思年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在股东大会中途把证据给所有股东看，到时候你救完林助理就赶快来找我。那你答应我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等我过来，听明白没有？我答应你，你也要答应我，平平安安的把林助理救出来。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找我，好吗？干什么的？证件拿出来。副总，你怎么真来了？沈泽安就是为了调虎离山，让你赶不上股东大会，你不必管我。少废话，快走。各位董事，傅斯年在位期间挪用公款，泄露公司项目数据，给公司造成了巨额的亏损，已经不配再担任傅氏集团董事长的职务。今天我提议正式罢免傅斯年董事长职务，由我接任，带领傅氏集团走向新的高度。我同意。沈总能力超群，这段时间你把公司搞得井井有条，只有你沈总才能带领傅氏走出困境。我也同意，傅斯年犯下这么大的错误，早就应该被罢免了。同意。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表决，正式罢免傅斯年董事。抱歉各位，我去趟洗手间，10分钟之后继续表决。这个事怎么办？机会来了，思年，对不起，这次我等不及你了，我先替你揭开沈泽安的假面具。你放心，董事会这边很顺利，董事们都不敢反对。等我正式接任董事长，傅氏集团就是我的了。傅斯年那个废物现在还在仓库呢，根本赶不过来。原来沈泽安背后真的还有幕后之人。傅斯年，你斗不过我的。傅氏是我的，所有的一切都会是我的。你放心，股东大会这边很顺利，董事们都不敢反对。傅斯年那个废物现在还在仓库，根本干不过。傅斯年就是个废物，被我耍得团团转。我早就篡改了项目数据，挟持老张家人逼他做假证。陈叔知道的太多了，留着就是隐患。我早就派人把他处理了。许之义敢背叛我，也是他活该。还有温以宁，我早晚要把他攥在手里，让傅斯年痛不欲生。傅氏的资产全都会被我转移到国外，谁也拦不住。简直丧心病狂！竟然是他一手策划了所有阴谋，杀人灭口，栽赃陷害，这种人根本不配留在傅氏。滚掉！全都给我滚掉！这都是假的，都是傅斯年伪造的，你们千万别信的！换掉！给我换掉！沈泽安欠我们的，欠陈叔的，欠许之义的，现在你该一笔一笔全部偿还了。
各位董事，这些证据根本就不是伪造的。沈泽安用我欠高利贷的事威胁我，让我在董事会上帮他说话，罢免副总。这些声音里面内容都是真的。我也可以作证，沈泽安拿我的儿子威胁我，让我听从于他，他做的这一切都是真的。我们两个可以同时指证他沈泽安。你们敢背叛我，就不怕我报复吗？沈泽安，你的死期到了，你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，还想威胁我们，简直是做梦！我宣布，立刻罢免沈泽安的执行董事职务，恢复傅斯年先生的董事长职务，并马上报警，把沈泽安交由公安机关处理，追究他的所有刑事责任。同意。沈泽安，你坏事做尽，害我家破人亡，伤害我挚爱，今天该你付出代价。都别动，谁动我就杀他！傅斯年，没想到吧，我还留了一手。沈泽安，你放了他，傅氏集团我可以交给你。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，互不相欠。你想要的不就是这些吗？你放了他，我可以给你。傅斯年，我想要的不止傅氏，你最在意的不就是温以宁吗？我就要当着你的面毁掉你最珍视的东西，我要杀了他，让你下半辈子都活在失去家人的痛苦里，生不如死。不，黎明，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让你再出事，绝对不会。傅斯年！傅斯年，你们都得死，都得去死！傅斯年，你撑住，马上叫医生，马上！黎明，这次我终于护住你了，你没事，太好了。快，赶快备车，联系私人医生，所有人赶去傅氏别墅，快！喂，傅斯年，你醒醒，你不许睡，你看看我，我求你了。我会抓住你，不放开。傅斯年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要和我一起打破轮回，你不许食言。傅斯年！沈泽安，你涉嫌故意杀人、商业诽谤、挪用公款、行贿受贿等多项罪名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。都得死！警官，沈泽安的藏身窝点、被胁迫人员的囚禁位置、杀人的同伙信息，全部都在我刚才提供给你的线索文档，请你们立刻实施抓捕，我留下来配合调查。收到，我们马上行动。都得死！走！都得死！都得死！各位董事，请你们稍等，我处理完警方笔录，立刻就回来主持大局，稳定公司秩序。傅斯年，你一定要撑过来！你已经经历了99次的痛苦，这一次该轮到我们好好活下去。求求你一定要平安，一定要撑过来！你不要死，你答应过我要种玫瑰花的，我们还要好好活下去。温小姐，您就吃点东西吧，您都在这守一天了，这么下去您的身体会垮的，而且副总醒过来也不想看到您这个样子。
我不吃，我要在这里等他出来。他不出来，我哪儿也不去。这一杯叫最佳女主角，我的宁宁永远是我心中最宝贵的存在。等到这一切都结束了，我一定给你补一个圣诞礼物，然后安安稳稳的过一生。我们还有很多甜蜜没有实现，你答应给我的婚礼也没有兑现。你说过陪我走完余生的，你一定要撑下去，我不能没有你。傅思年，你这个骗子！你说过要护我一辈子，你说过要和我一起打破轮回的。你要是敢这么走了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子弹没有伤及要害，但是失血过多，还在昏迷当中，没有脱离生命危险。能不能醒过来，就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傅思年，你醒醒，你看看我，我是你的宁宁，你答应过我的，要陪我一辈子，你不可以说话不算数。傅思年，我求你了，你快醒醒！你只要醒过来，我干什么都行。各位董事，目前沈泽安已经被警方逮捕，他安排在公司里的所有亲信也都已经被清理了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阻断沈泽安的所有关联账户，追回他在国外转移的境外资产，稳定公司的运营，避免出现更大的亏损。我同意，副总为了公司差点丢了半条命，我们一定要替副总稳住公司，不能让他的心血白费了。我也同意，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，林助理尽管开口，我们将全力配合。我们全力配合，支持。目前，沈泽安他的所有账户都已经被警方冻结了，他转移出去的境外资产，我们已经联系了专业的律师团队，全力去追回。公司现在所有的运营都已经走上正轨，一切事务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温小姐，公司的事情都已经处理好了，沈泽安的亲信已经被清除，转移的资产也正在全力追回。我相信等副总醒来之后，一定会看到一个完好无损的傅氏集团。辛苦了，林助理，谢谢。不辛苦，温小姐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你也要照顾好自己。副总还需要你。思年，你听到了吗？公司已经稳定了，沈泽安也被抓了，你快点醒来好不好？我们还有好多事情没做，你还没给我一个圆满的婚礼。快点醒过来好不好？宁宁，思年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，你吓死我了！宁宁，别哭，我没事，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医生，医生！恭喜你啊，温小姐，副总手术非常成功，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子弹没有伤到要害，后续只要静心休养，很快就能痊愈。傻丫头，哭什么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傅思年，我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，以后不可以为我当子弹，不可以把自己处于危险当中。如果你再这样，我真的生气了。好，宁宁，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，不过没关系，
只要你平安的，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。这次我们扳倒了沈家，以后我们终于可以好好的在一起了。怎么了？是林助理发来的消息吗？警方通报了，沈泽安罪证确凿，已经被提起公诉。这次牢底怕是要坐穿，他的所有党羽也全都被抓了，一个不剩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这下我们终于彻底解决沈泽安了。现在我不用一直紧绷着弦了，也不用夜夜盯着你，怕你出事了。我呢，什么也不求，我只求你好好养伤，以后的3餐4季里，安安稳稳的陪在我身边。解决了沈泽安就以为万事大吉了。傅斯年、温以宁，沈家的仇，傅家的债，才刚刚开始。百世血咒未解，沈总沉冤未白，你们想安稳度日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我会亲手把你们拖回轮回地狱，让傅家血债血偿。等着吧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会让你们知道比死更痛的滋味。哼！等你养好伤，我们把花园里种满玫瑰好吗？我的宁宁，想做什么我都陪着你。我们还要去海边旅行，买一只小狗，还有一只小猫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傅家的老宅，你要赶快赎回来。想什么呢？这么出神？在想我的宁宁值得世间所有最好的。骗子！疼，宁宁。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没想清楚，有些不安。你是说沈泽安背后的操控者？还有轮回的起因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不能再等了，我要马上查清楚，杜绝所有的隐患。副总，沈泽安已经全交代了，这血咒根本就是个刻意设置的误会。误会？沈敬山和您父亲确实是生死兄弟，两个人白手起家，共创了傅氏。但在20年前，行业里的死对头设计勾践沈敬山，说他挪用巨款，构陷他背叛傅家。对方的真正目的其实不是为了搞死沈敬山，而是要沈傅两家世代成仇，同归于尽。另外，在沈敬山的手机里，我们还找到了另外一个人的信息，沈烈，他是沈敬山的死忠。在沈敬山死后，他只信他一个人的绝笔遗书，其余什么都不肯相信。后来他就收了沈泽安当义子，把他培养成一个复仇的利剑。所以沈烈才是幕后主使，沈泽安只是他手中的一把刀。他们恨了我们傅家这么多年，没想到竟然恨错了人。我父亲他知道吗？您父亲从第一时间就知道这件事情，拼死想要营救他，甚至不惜花费半壁傅氏换他性命。可是无奈对方下手太绝太狠太快，连营救的时间都不给。后来沈敬山入狱之后，在狱中被蒙蔽，被欺骗，以为是傅氏为了权力出卖了他。后来不惜以魂飞魄散为代价，立下了最毒的血咒。血咒的内容是什么？咒父是世代子孙永无善终，凡动真情者，必与爱人同种咒。两人如彼岸花，花开不见叶，生生相错，永世相克，百世轮回，百世折磨，只能活一个人，直至一个人彻底消散，咒才能解除。他不是要你们死，他是要你们傅家承受爱而不得，护不住守不住，眼睁睁看着挚爱惨死。你若护他，你死；你若不护，他死，百次轮回，无解。所以我和宁宁每次死亡都是在触发轮回。另外，我还录到了沈泽安的一些话。傅斯年，你以为你抓了我就能赢吗？没用的，血咒已成，你们傅家世代欠我们沈家，你最后还是为了你的温以宁死，
生生世世不得善终，永困轮回。你是谁？我是你百次轮回的执念，也是这血咒的守望者。沈静山的诅咒并未解除，沈烈不死，血咒不除。现在，你必须做出选择。什么选择？2选1，无例外。要么你以命献祭，轮回终结，他为平安终老；要么温以宁宁允，轮回结束，你此生无虞。我选第一条，我死，他活。血咒已尽，你只剩下最后7天的生命。要想护他周全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恨你，远离你。可千万别让他为你殉情。思年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以后还是保持距离吧，我不习惯太过亲近。你又在闹什么脾气啊？你明明昨天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没必要了，沈泽安入狱，沈烈也不知道下落，傅氏集团也已经安稳了，你也没有价值了。你很痛苦，但这是唯一的办法。他恨你，才会活下去。我知道，可是每说一句狠话，都像在剜我的心。你们立刻去办2件事：第一，24小时盯紧傅斯年，查清他的行程，傅氏集团所有的安保布防，一丝一毫也不能漏；第二，摸清他的软肋，尤其是温以宁所有的行踪。是，石先生，我们已经排查完毕。傅斯年近期状态异常，与温以宁关系彻底破裂，2人形同陌路。形同陌路？哼，傅斯年这点小把戏骗到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前99次轮回，哪一次不是为了他豁出性命？继续盯紧温以宁，他是我们扳倒傅氏唯一的筹码。这一次，我要让傅家血债血偿。7日，只剩下7日。宁宁，我多想看你穿婚纱的样子，多想陪你种满1园子的玫瑰，多想跟你去海边走完这辈子。可我不能，我选了我死，他活，我只能让他恨我。只有他恨我，在我走后，他才不会跟着我一起疯。你这样折磨自己，折磨他，值得吗？只要他能平安，就算他恨我一辈子，也值得。沈烈已经回国了，他的目标从来都是温以宁。你越是推开他，他越是会往危险里闯。他敢动宁宁一根手指头，我就算是魂飞魄散，也绝不会放过我。傅斯年，你看着我，为什么对我这个样子？是不是沈烈回来了？你又想把我推开？温以宁，别自作多情，我傅斯年从不怕任何人。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冷？我们明明才刚刚熬过这一切。我只是腻了，以前的温情都是演的，现在戏散了，不想再演下去了。
副总，沈烈已经联系了许多当年的旧部，动作频频。你看，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增强公司的安保布防？安保升级。另外，安排明天下午的飞机，把温以宁送到瑞士的私人别墅去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他回国，也不准他接触国内的任何消息。别墅安保加倍，24小时设置。副总，以温小姐的脾气，如此执拗，她肯定不会愿意的。加上这段时间为了不让她陷入危险之中，已经刻意和她保持距离。您这么做，照做就行。他离得越远，就越安全。沈家的目标从来都是我，我不能让他卷进来。这是什么？明天下午的机票，去瑞士待着，别来烦我。傅思年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腻了，不想再看见你。你走得越远越好，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我不走，我哪儿都不去。你以为把他送走就能护他周全吗？我不想他看着我死，我怕他会伤心。我真的很害怕，我怕我会失去他，我怕他会死。你的时日不多，就做你想做的吧。好，只要他能平安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沈先生，我们已经完全摸清了温以宁的日常作息。他每天下午3点都会去街角的花店买玫瑰，路线固定，身边没有任何安保。傅思年想要把他送去瑞士，但他拒绝了，两人大吵一架，关系降到冰点。傅思年啊，傅思年，看来我猜对了，越是不在乎，越是把他保护得这么好。盯紧温以宁，必要的时候把他带到我的面前。我要用他把傅思年拖进地狱！哼！傅思年，你到底要把我逼到什么地步？就算你不爱我，你也要告诉我为什么。那我就给你个理由，我玩够了，不想再继续了。我不信，明明爱我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温以宁，我从来没有爱过你，我和你之间只是逢场作戏。现在沈泽安被抓了，你也没有利用价值。这套房子留给你，我去住公司，从此我们两清。你要么好好待在这儿，要么就按我说的，去瑞士，不准再出现在我面前。沈先生，傅思年已经彻底搬出傅家别墅，两人彻底决裂。温以年现在孤身一人留在别墅，情绪崩溃，身边没有任何安保人员。好，非常好。傅思年自己斩断了退路，把温以宁孤零零的留在原地。看来老天都在帮我。要不要现在动手？我要让傅思年亲眼看着，他想拼命保护的人，最终还是毁在自己手里。温小姐，醒了，别害怕，我只是请你来做客。等会儿傅思年过来，用他的命换你的命。沈烈，你疯了！非法拘禁是犯法的，你拿这个威胁傅思年是没用的，趁早放我！
他不会。前99次轮回，他哪一次不是豁出自己的命救你？这就是他刻在骨头里的死穴。我倒要看看，他到底是选择傅氏，还是自己的命？还是你？傅斯年，温以宁在我这儿，今晚12点就去废弃仓库，不准报警，不准带任何人，你一个人过来，晚1分钟我就卸他一根手指头，你可以试试。副总，我们立刻报警啊！安排特警一起去救温小姐。不行，沈烈说了，我敢带任何人过去，他就对宁宁动手。我自己去。我走以后，傅氏集团的所有事务都由你代管。我已经立下遗嘱，把我名下所有的股份和资产都转移到温以宁名下。记住，不管发生什么都不准报警，不准跟过来，护好他。这是我最后的嘱托。是，副总。宁宁，对不起，我用冷漠把你推开。对不起，我骗了你这么久，就算没有沈烈，没有这种绑架，今天也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。宁宁，对不起，我最终还是把你卷了进来。我走以后，你要好好吃饭，好好生活，接受复试，忘了我，平安终老。不要因为我的死而难过，这是我身为你的爱人应该做的。宁宁，我们经历了100次生死，100次轮回，我对你的爱一直都没有变过。如果有来生，我一定会找到你，和你一起幸福的生活下去。思年，你快走！他要杀的是你！你快走，不要管我！傅斯年，你真来了！我以为你会像你演的那样，不在乎这个女人了。啊！沈烈，我来了，放了他。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傅氏集团的股权，还是监狱里面的沈泽安，只要你放了他，我都可以给你。好，签了这份股权转让书，把傅氏转到我的名下，然后去警局自首，扛下所有罪，把沈泽安换出来，我就放人。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，要么签，要么看着他死。好，我签。傅斯年，不要！傅斯年，你不要签！傅斯年！沈烈，你不知道吧？当年害死沈敬山的根本不是我父亲，是他的仇家，是我父亲拼尽全力想救他，到最后也没有成功。傅斯年，我守了沈家20年的仇，我信了一辈子的遗言，你今天跟我说是假的，你骗我，你们两个今天都得死！傅斯年，你不要死！傅斯年，宁宁，不要怕，就
就算不救你，今天也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，血誓终局，我躲不掉的。好好活下去。我爱你。不要！我不要你死！我不要你死！献祭完成，以命换命，以爱解咒。温以宁得以摆脱轮回，平安终老。傅斯年魂魄消散，但爱意不散，百次轮回已终结，执念可化形，永守所爱。温小姐，这是副总生前留给您的，他特意交代，等他走后才能把这个交给您。这里面有他想对您说的所有话。宁宁，对不起，原谅我用冷漠推开你，原谅我骗了你这么久。就算没有沈烈，没有这场绑架，今夜也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，血咒的终局，我躲不掉，我只能选择死，你活。对不起，宁宁，最终还是让你卷入了这场纷争。我走之后，你要好好吃饭，好好生活，接受复试，忘了我，平安终老。不要因为我救你而难过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我心甘情愿，是我身为你的爱人必须做的事。我爱你，宁宁。跨越百次轮回，历经百次生死，我对你的爱从未改变。如果有来生，我一定还要找到你，好好陪你一辈子，再也不分开。傅斯年，你这个骗子，你让我忘了你，可我怎么能忘？温小姐，下午3点，股东大会已经召开，各部门都已经就位，沈烈残余势力全部清理完毕，现在傅氏已经彻底安稳了。林助理，后续复试的事情多费你操心，谢谢你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温小姐，副总在天之灵一定会为你骄傲的。他没有离开我，他只是换了另一种方式陪我。思念，岁岁年年，我都在。99次，他一个人扛过了99次。以后我替你看遍人间四季，替你走完你没走完的路。我安好，勿念，岁岁平安，等你重逢。各位董事，从今天开始，傅氏集团将重启核心项目，创立公益基金，用于扶持创业、救助孤儿。这是傅先生一直想做，却没来得及做的事情。温小姐，您比我们任何人都更适合带领傅氏。我不是带领，我只是替一个人完成他一生的心愿。我爱你，宁宁，
跨越百次轮回，历经百次生死，我对你的爱从未改变。如果有来生，我一定还要找到你，好好陪你一辈子，再也不分开。宁宁4年，宁宁，我回来了。你终于回来了。你知不知道，我每天都很想你，我每天都在想，我好想你。我知道，宁宁，我一直都在，100年血誓圆满兑现，但是我的执念从未消散，我舍不得留你一个人，所以我回来了。宁宁，这一世没有血咒，没有轮回，没有恩怨，也没有生死离别。我以执念为形，陪在你身边，岁岁年年，永不分离。傅斯年，岁岁年年，你看到了吗？